台湾为了是要跟日本签这个 EPA 啊，什么叫 EPA 呢？叫做经济伙伴协议啊。那所以呢，如果能够顺利签署，那会解决贸易问题啊。所以呢，现在对日本的全牛龄的牛肉要全面开放啊。原来只开放30个月以下的小牛，现在30个月以上的大牛、老牛也通通要开啊。那当然就这个。很多人反对了哈，那谁宣布开呢？叫做食药署的署长江志刚，这人呢是医生，但是呢去搞药证，所以其实这个药师工会就很反对，说至少搞个学药，怎么都是医生去搞啊？然后他刚就任宣布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放日本牛肉到台湾，我相信也不是他了，是整个政策叫他这样宣布的啊。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呢。这个日本啊是继美加以后第3个国家全牛龄啊。那我们2023前年的进口牛肉呢，美国6万公吨，巴拉圭35800公吨，澳洲34100公吨，日本呢只有2086公吨。但日本牛都很贵，那个和牛啊，日本和牛你到餐厅吃非常贵的啊。所以呢，现在要开全龄都开放了，通通可以进来了啊。消基会就说不能为了外交牺牲国民的健康为什么呢？因为5岁以上的牛可能比较容易得狂牛病，其实30个月以上就比较容易得病，老嘛然后5年以上的更容易得病。那而且呢，日本这个名声不好，说呢他们有各种添加物的风险。日本是全世界最大的注脂牛肉，什么意思呢？就是老牛肌肉硬，他给他打荷尔蒙，打了以后肌肉就软了。我们看一下。目前台湾只开放美国、加拿大全牛龄牛肉进口，如今日本也要跟进了。食药署4号预告草案，现行只能进口日本30月龄以下的牛肉，要改变成为全龄牛皆可输入，预告60天，但上路时间未定。包括书面审查，然后派人到日本实地去查核，还有开了我们的专家咨询会议，结果都认为。吃日本牛肉的风险很低。不过，这日本开放并非首例。台湾2017年开放日本30月龄以下牛肉，日本2019年申请开放全龄牛，因为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3年 BSE 俗称狂牛症的风险评估，日本已经达到可忽略的级别。即便是政府要开放进口，但是我们也不是就完完全全。进口就没事啦，我们还是有后市场端的一个抽验检查，以及他们在入境的时候的抽验。食药署统计2023年报验输入牛肉占比，牛肉进口国第1是美国38%，其次是巴拉圭26.6%，澳洲18.6%，日本排第6，仅占1%。不过就有部分食安专家认为，30月龄以上的牛容易罹病，还有添加物风险。只要是注脂或是重组牛肉，我们就有规定它要标示，而且要提醒消费者要熟食，不能生食。年纪大的牛油花比较漂亮，更不需要做注脂了。目前食药署公布的草案内容，疑似或证实为狂牛病例的牛只，或是已证实狂牛病之同世代的牛只，头骨、脑、眼睛、脊髓、绞肉、内脏不得输入。进口牛肉也必须接受源头、边境及市场端的查验。食安专家提醒，要做好风险评估，监控狂牛疫情，才能保障民众健康。明显。我看一下农业部的数据其实我们这3年对日本进口占台湾的比例是都不高了，都大概1%左右而已。那日本牛确实比较贵，在各国里面平均单价是最贵的。可是从数据看起来，并没有急速增加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消费，我们有需求，当然日本和牛有它好吃没有错啦。可是看起来从数据看起来没有急速增加，所以我们是有这个需求吗？还是说日本政府有向我们提出要求，在同时我们要准备开放大幅进口日本牛的时候，一样啊，外媒有报道啊，日经亚洲说，外交部正在积极游说日本政府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有可能也要签署 EPA。那是不是说民党政府又一样？去年开放福岛食品全面开放，然后这次要开放日本牛要全面开放。好，你来牺牲国人健康换到什么？就说谈判是这样，谈判是 give and take。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筹码？其实我们上一趴在讲台积电上，我们对老美好像比较软一点，对川普很软，我们可以牺牲台积电。那是因为我们对美国是贸易顺差嘛？我们从美国赚了很多贸易顺差，可是我们对日本是贸易逆差
日本在去年我们贸易逆差是128亿美金呢，等于日本从台湾每一年赚的3、4千亿台币哎，所以我们一定只能软趴趴吗？我们一定拱手让人吗？去年已经福岛食品了，然后今年又是日本也要全面开放，所以难怪消基会这些跳出来反弹。我觉得政府在谈判的过程中不能给人家予取予求，该硬的时候还是要硬起来嘛。所以刚刚嘉宇委员在讲说，是这样啦，我们筹码到底是什么？利益交换，利益交换不能拿国人的健康要交换欸。过去民党在马政府开放美流的时候，立法院民党立院党团不是要求零检出吗？那现在呢？为什么民党没有人讲话了？国人的健康可以这样牺牲吗？那至于说，我觉得这样，川普，我觉得他面临国内的经济压力很大啦。我看一下他们的数据哈，你知道，他们美国美债，我刚查一下，36兆美元呢，他们平均每一年要缴利息，要缴了17%，快1兆美元呢，等于说比他们的国防支出还大。所以美国有没有可能故意弄说要加征关税？你知道，关税像巴菲特讲了，是战争呢。你对加拿大、对墨西哥发动战争，那对台湾呢？刚教育讲说对，譬如说对台积电不会再加征关税，那是在美国生产的哦。那如果在台湾生产的，在日本生产的，它都给你加征关税呢？那未来有没有再进一步予取予求？我觉得民党政府该说话，不能没有任何角色了。我们的政府这个碰到这个美国呢就软碰到日本呢也软。好，当初解禁福岛食品这个进口的时候呢，就说呢有助于洽签 EPA， 这显然还不够，是不够，所以现在还要开放这个全龄的牛肉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你这政府的这个腰杆到底直不直，能不能直起来，还有你的谈判策略问题。现在台日之间呢已经有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然后投资协议、关税协定。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实质的对于两边的这个厂商，对于非常有益的一些的这个协定。那你要 EPA， 你还要什么？然后呢，然后又在讲说推进这些东西的话，有助于我们加入这个 TPP， 就是不要再骗人了，这是8字都没有一撇的这个事情然后每次呢都拿这些呢来糊弄这个台湾的民众。那台湾的民众呢，在绿营的支持者这部分呢，本来也就是对日本非常的友好，对美国呢就是美国要怎么样呢？就是予取予求，他们都不会有太多的反对的意见。那牺牲的呢，就是台湾民众的权益谈判是这样子你这一旦呢被别人呢看穿了，你就没有任何的筹码可言嘛。你看到马克宏和这个川普，马克宏呢就是被看穿了。马克宏呢，他呢多年以来呢夸夸其谈但是呢既缺乏在欧洲内部的整合力，也缺乏这个行动力。他开出来的俄乌之间的有关于停战的，它并不是针对停战协议耶，它是针对停战之后的安排。你们停战了，协议签了之后呢，我们之后呢会派这个维和部队。那川普就说：“那你派反正你要派你去派，我是不会派的那难道这个俄罗斯就因为看着说你们这之后呢要派出这个维和部队，我就会担心你未来呢因为对我产生了足以嚇阻的力量，我就不会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吗？也不会嘛，就普丁也不怕他，川普呢也瞧不上他，所以马克宏提出来的这些的策略呢，他就完全没有一种推动的一个动力对解决事情呢没有帮助。然后还是川普够狠川普呢这个泽伦斯基你不签这个协议，还跟我这个呛虾，对不对？我就立刻停了，就中断所有的对于乌克兰的所有的军事的援助、弹药的这个援助。我现在呢，把你这个卫星的数据呢也打掉了你爱国者的爱国者的系统呢没有拦截飞弹，你没有眼睛瞎了，耳朵聋了，连挥出去的这个力量呢，那个石头呢都没有。你在这种情形之下，乌克兰只有乖乖的回去呢，去跟川普呢跪地求饶，请川普大帝呢放手来签这个协议。他不然他还有什么路可走？他就没有路可走了嘛可是你看川普呢，他不费一兵一卒，他只靠他的威吓，就让乖乖的让台积电
到美国去这个设厂，允诺呢要加大投资1000亿美金，然后呢日本呢也说他们要投资1兆，好要1兆美元，然后加拿大呢跟这个墨西哥怕得不得了，然后赶快来跟他打电话协商哈。虽然说中间的过程之中呢采取了强硬的这个态度，但是基本上呢还是希望这个川普呢高抬贵手，他说他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哈，然后港口的这个经营呢不能够在中国大陆的手中，所以呢这个巴拿马呢他就很快的就说我要退出一带一路的协议，李嘉诚的香港和记黄埔就把他90%的股权，2个港口的股权呢就卖给了贝莱德，就给贝莱德，所以川普呢他就是当你呢，如果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像川普呢有这么大的威吓的力量，你就更应该是要精算我们手中握有多少的筹码，然后要拟定好谈判策略。你今天呢要我们的政府，民进党政府要进这个美国的全龄的牛肉，你不能够再跟日本在谈判中间的过程之中，你先跟我们签了 EPA 嘛。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备忘录的那种形式，就是当 EPA 签署了生效之后呢，我什么时候我就开放它的全龄的日本牛肉来进口。那你现在那个8字都还没有一撇，你要让日本这个予取予求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好吧，就说这个民进党政府骗人哦，这个真的是这是现在又说跟日本签了就可以跟他签 EPA， 给他牛进来。我记得当时在要不要开放美牛才办辩论，记得吗？我的对手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李纯，担任副院长，他就说这个我们开放这个牛才能进 CPTPP， 现在进了吗？都几年了，进了吗？李纯从一个学者这样这个乱讲一通，然后呢步步高升，就升去当外交部次长，现在驻欧盟代表，一路高升啊。CPTPP 在哪里？李纯，你交代给我听啊 ！CPTPP 在哪里？好吧，美国不签，欧洲整个我们签一些东西，你不是驻欧盟代表吗？签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提出来？就这些学者不能乱讲话，你一辈子要负责，我一辈子追着你，看你怎样，对不对？我每次时时刻刻检验你，就跟蔡英文说，2025非核家园以后不涨电费，我也涨了电费，我就要骂你，对不对？你这个政治人物我下台我就没事了，我高升就没事了，有这种事情吗？对不对？台积电现在一批这种这个拍马屁的学者啦，拍马屁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专家，哎呀，去真好啊！什么双赢什么双赢啊？谁赢啊？你赢啊？你赢了什么？台湾赢了什么？张忠谋如果是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会让台积电过去吗？会吗？会这么轻易把台积电就奉送掉了吗？怎么可能嘛？对不对？他当然是被川普逼的嘛。什么双赢是说我也愿意，你也愿意，大家一起来再双赢啊！可我们逼去的赢什么赢啊？他赢啊，你赢什么？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呢说台积电昨天在国会演讲哦，要在美国打造最强晶片。那我就要问赖清德啦。你不是说技术留在台湾吗？你不是说最强晶片都在台湾吗？你要不要跟川普讲说乱讲？最强在我们这里，不在你那里。你打造什么东西？吹牛？到底谁在吹牛？到底谁在吹牛？我真的不认为哦。今天假定说把你派去美国当台积电的厂长，你也想要减少这个不良率啊，增加良率啊，你也想慢慢要进步啊。你如果是负责那个什么那个研发中心，你也希望有一些新的专利出来啊。我也想跟台湾的研发中心变一变，必然如此嘛。如果你用的人都是一群蠢材，不求上进，你也不会用嘛。你用人当然是要很有野心啊，很有企图心嘛。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比他强呢？当他在那边设这个六座晶圆厂，设这个两个这个封装厂，一个研发中心的时候，你认为他的技术就永远落后你啊？所以川普已经讲了，我一定要打造最强晶片，到时候也会。你只要过去了，他会跟台积电讲啊，最强的在这边生产了，什么在台湾生产，所以呢都吹牛。我觉得骗人的话少说，以后牛都会吹破的。好，现在都已经吹破了，我觉得。那川普说呢，我是用关税来换我的投资啊，我没有花1毛钱啊，对不对？拜登还要给560亿美金啊，台积电还分了66亿啊，我1毛都不花，台积电就来了，
而且台积电来以后，其他有可能会来了哦，一个个都来了啊。那所以呢，补助生变，没有要补助你了嘛？川普说1毛都不给你啊，补什么助啊？哈。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呢，这个520亿哦，要给他们呢，拿来还债好了。美国欠债欠一屁股哦。那媒体说呢，川普对台湾的晶片还是会加税的，只是到美国生产不加税，你在台湾那些还是要加税的。而且很多没有台积电大的厂，它也生产晶片呢、它也可能要销到美国、另外，他还想对装了台湾的晶片的用品来课税。因为台湾很多晶片不是直接输入的，装在手机啊，装在什么3C 产品，那些只要你在台湾生产晶片，那些我也要课你的税，全面课你的税啊，你1毛都跑不掉啊。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大家认为啦，哈，说美国呢不应该这样加税，那样加税，而且晶片税它会这个不可能存在长久了，会自毁长城了哈，也有可能哦。那大家看嘛啊。那问题是，川普自己要这样搞，你也管不了他嘛。哦，另外就是说呢，到底谁是哭谁是笑了啊？那意思有专家说，好像三星、英特尔现在很哭。三星、英特尔本来就在美国，三星也可能到美国去设厂，他也不是不会啊。哦，台积电，川普把台积电搞了，就希望将来其他都来，全世界高阶晶片都到我这边生产。哦，不是只是这个你台积电去，他们也可能会去，也都被逼的啦。我们看一下。川普2.0首次国会演说，场面却像共和党造势大会。And just yesterday, Taiwan Semiconductor,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97% of the market, announced a $165 billion investment to build the most powerful chips on earth right here in the USA. 川普盛赞台积电地表最强，但他不满拜登的晶片法案像是乱撒币补贴，他可不会傻傻买单。And we're not giving them any money. Your CHIPS Act is a horrible, horrible thing. We giv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t doesn't mean a thing. They take our money and they don't spend it. 对于钱的问题，川普精打细算。那老沈怎么看？我觉得先讲昨天100分钟的国会演讲。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120-130分钟哦，最长的。对，是国会有史以来难得一见的休闷，这个的难得那个秀的场面。你看共和党的兴奋、兴高采烈，真的是很难得。2句话就站起来起立鼓掌，对，拼命鼓掌。啊，你看办事那个样子啊。但是民主党哈，有的人背着他，有人穿着那个粉红色的衣服。拿着小卡片，说 force 假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员啊，说他认为民主党国会议员的表现不够绅士，现在还是不好，还是不认同，所以昨天他们国会的2极端完全 polarized， 完全2极化的政治啊，比我们台湾有过之而不及哦。但是老总插一句话。人家民主党至少还坐在那边听。是啊，我台湾根本去都不去啊！我就是碰到这一点了，就想到这，你看川普是恶汉啊，是流氓啊，你视法律如无物啊，你要搞什么东西就是会搞，而且还每次都点到这些，我很得意，而且点到这说，哎，你们怎么都没鼓掌啊？啊，该鼓掌的，你看，我看你们就是不肯鼓掌。我怎么做，你们民主党都不会为我鼓掌。哎，对，所以他的2极化比台湾厉害。但是他们朝野之间就说撕破脸，完全到没有办法吻合的程度，没有台湾严重。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朝野都稍微应该学习一下。至于讲到这个台积电啊，我这2天日夜思考，虽然我刚大病一场，几乎死掉，你看我只要能够一口气啊。老沈，他上个礼拜在鬼门关前面绕了一圈，心脏差一点停了，又回来了，这样急救。只要我回来还有呼吸、心跳正常，我就在想国家大事。那这个我就想到台积电，我有一点跟大家不一样的看法，我讲出来也许偏蓝的节目会相当不同意我的讲法，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台积电之所以大家称为护国神山啊，是朝野蓝绿共同多年来创造的神话。你看，都一起赞美，所以你就是护国神话，还有护国神山哦，这种有搞的，做搞的啊，就给我造起啊！所以呢，就大家就应该要批判。那当然，蓝的批判
比较有利，蓝的就说你执政无能嘛，所以让他跑掉了。那绿的照讲，你们这么赞美他是护国神山，你们也应该批判，好像没有哦，讲一些风凉的啦，这多元化的供应链啊，讲一些开始就讲一些跟完全不一样。如果这个逻辑推论下去的话，我请教国民党的人，那就很奇怪哦。那好像蓝营的人，尤其是像马英九或者他的办公室肖主任，好像他们比较在意这个台积电不要跑掉哦。还有呢，他之所以老公不敢来打台湾，就是因为我们有台积电哦。那他的动机，如果看他的表现，看他的气急败坏，好像他们比民进党还爱台湾哦，还爱台积电哦。所以我们多年来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是亲中卖台的，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哦。但是呢，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马英九是希望两岸不打仗，那有一天和平统一，那这个台积电就完整的在中国人共有的手上，是不是可以这样想？我觉得这个想法我不忍啊，因为这样的话就提早就把它马英九不会这样想啊。对，我也认为不可能。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为什么蓝的骂的比例的严重，就是因为执政跟在野的差别嘛，对不对？因为蓝的容易说，你本汤，你公他是一个护国神山，你怎么这个样子呢？绿的不好意思啊，这自己人嘛。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不通了。我现在你看，因为连续2天台积电股价都涨了 ，ADR 连涨2天了，所以呢，我觉得。全国股市股民的共同认识，就说这个往东进到美国4年1000亿美金，好像不是坏事。所以我有一个小结论，不晓得对不对啦。我认为这个护国神山这个神话是刻意蓝绿有共识之下，忽然之间就是营造出来的。一个虚像，一个假象。我的结论就是说，台积电，请你不要生气了。我觉得台积电其实不是什么护国神山，不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伟大的民间企业。哦，它全世界的企业里头，现在排名前10名啊，是让台湾脸上有光彩啊，是让很多人的眼光投注在台湾的身上，让我们刚刚引以为荣。但是呢，老共之不打台湾。不用武力打台湾，不在台湾登陆，也不像顾立雄讲的是他没有能力，绝对不是，是因为他打不起，他不能承受这个后果。他不像东条英机一样，当年偷袭珍珠港，然后呢后果不堪设想。老共就是因为不能承受后果才不打台湾，绝对不是因为台积电有没有往美国跑来决定他要不要打台湾。我有一个证明了哈，你想我一直在注意。自从台积电决定往东投资4年1000亿以后，老共有没有回应？一个回应都没有。你们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因为两会正在开，太忙了，来不及处理这个小事，还是故意避开，还是故意还在想？我觉得老共迟早要给我讲一段有道理的回应。要是我是老共的发言人，或是习近平，我可以讲得很漂亮的。我是说我乐见，我晓得你们的背后的隐忧的痛苦，但是呢，台积电是伟大，是属于全世界人类的，不是只有什么非红供应链，你应该是全民供应链、全球供应链的。你在南京的厂，我也希望你来加强投资，把它扩充。而且我比美国更慷慨，我不管你什么进阶到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来就好。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反映一下吗？他不会这样讲的啦。他绝对不会这样讲的啦，好吧？这个护国神山马英九时代从来没有讲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我也从来不认为台积电是护国什么神山，靠你一个台积电保护台湾了，哪有这种事情呢？对不对？那是民进党把它制造一个假象，叫做护国神山，是这民进党讲的国民党什么时候讲过它是护国神山？那为什么今天蓝营会骂民进党政府？就是说，你说是护国神山这么重要，那你怎么都保护不住呢？那你今天说台湾，你台积电保护不住，台湾就保护得住吗？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对不对？你把它讲成那么伟大，不得了了，台积电保护台湾了，这个也不敢打，那个也不打，美国也必须来保护我们，美国把你移走了，保护你什么东西啊？就这么简单啊！乌克兰还有稀土那是搬不动的，因为在乌克兰，
所以美国只好去。台积电叫你搬就搬了，对不对？川普昨天讲什么鬼话？老共打台湾，我美国的半导体的这个成绩就更伟大了，更稀罕了，40%高阶都在美国做啊。而且到时候不是40%啦，如果台积电没有了，台湾被拿去了，可能80%、90%都在美国做啊。川普还洋洋得意啊，什么话？你把台湾的安危放到什么地方？现在再回来。而且。